欠打。我出征你刚好而已，谁叫你怪政府？自己不能生，只怪邻居。第一次看到一还要乱扯，关了也好。人家民党这种疫情上面保护很多人，不知感恩只会恩将仇报。我的天哪，你是怎样？金正恩看太多是不是？486点名高雄红鼻子猪脚店停业声明，有的废物会牵拖到别的事情，这种人倒了最好。前员工都出来吐槽，小草自己废都要怪政府。所以为什么486把他拖出来打？青鸟就是智障，中国奶茶出征。好恶啊！300年前连中国都没有，那个叫清朝，你怎么不叫清朝奶茶？青鸟已经疯了，清朝在国际上的名字就叫中国，蠢也要蠢的有药医啊！以后干脆规定青鸟不要读书，因为青鸟会妨碍到人类世界的发展。老板的外公在内战来到台湾，所以开了这间中国奶茶，这样也不行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高雄一间猪脚店只是发了一个停业声明，结果被青鸟猛出征，很惨。大家也觉得莫名其妙，又一间猪脚店停业，难道不行吗？还上了新闻。定睛看，这间我认识啊。那至于我怎么跟他认识，我不方便讲。但非常了解他们家店的这个状况。红鼻子猪脚专卖店，它是在高雄的一间猪脚店，不卖大概也可以理解，因为它坪数对做便当来讲也是比较大。它 po 了一个停业启事，红鼻子猪脚店实权店声明启事，感谢本店客户长久以来的支持，本店将于今天停止营业。近年来失控的物价，每年多次的电费、工资调涨，以及去年缺蛋之乱，还有暴涨的猪肉、买不到猪肉，这些情况都深深的打击着我们这样的小吃店，并且呢，以上所发生的这些问题，我们也没看到结束的尽头。老板做到很累，说真的，我们的政府的政策是这样，再经营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加一减一的生意简直是浪费时间，多年来辛苦的经营获利都在这2-3年被侵蚀掉。我许下把更多时间留给自己，少一些烦恼。感谢支持本店的各位，也向台在自己店里努力的中小企业主们辛苦了，感谢大家。大家讲这个其实也没说到什么东西啊，唯一讲到政府政策比较直白的就是政府政策就是这样。当然他前面所抱怨的包括失控的物价、电费、工资、缺蛋之乱、暴涨猪肉等等的，这样子有到很批政府吗？好像也没有。有中小企业主会给他打气，身为中小企业的我真的深深有感哦，辛苦了。中小企业台湾基石，因为你要活下去，吸收了所有状况，利润就会被压到越少，所以一开始来支持的人好像还比较接近红鼻子猪脚他的粉丝啊。他经营的好不好当然是他自己要去面对的，只是说怎么突然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青鸟仔，就开始各种进攻了。缺蛋之乱要问林北好友哦，帮他讲话的共昌老师要分清楚哦。哇，这个家伙肯定是小姑姑咕咕咕咕咕咕啊，跑进来乱的。你自己不能生，只怪邻居。要说比你好吃的猪脚，生意强棍，你们一个便当破百啊，南丰便当80，人家怎么不会倒？涨价也给你涨，都给你涨就好了。哎，青鸟而且还是简体字青鸟，操他妈的！国民党跟民众党要把给台电1100删掉，再多电价都会涨更多。第一次看到一还要乱扯，关了也好。倒闭原因很多，为什么别人没倒，只检讨自己不会成功啊？有性侵党的狗味店辩护行，造谣都不心虚哦。我要吃过都倒摊了，贴心哦，少花一顿冤枉钱。当然有些人是反映他的品相等等的问题，为什么会被出征？结果原来是486搞的鬼。486在他的脸书把他点名出来，景气好也有人倒闭啊，景气差也有人赚钱啊，有的废物会牵拖到别的事情，这种人倒了最好。凭良心讲，486作为一个大商人，他当然有底气去说做得好不好，因为他也是从中小企业干起的，他确实也成功了。但是这篇文2月5号发的，486干嘛在2月22的时候去把2月5号的贴文拖出来打，而且被他锁定是小草，有没有？前员工都出来吐槽，小草自己废都要怪政府。人家民进党至少疫情3年保护了很多人，今天换作国民党3年疫情执政会更惨了，不知感恩只会恩将仇报。既然用到不知感恩，我的天哪，你是怎样？金正恩看太多是不是？为什么486把他拖出来打？小草要杀欠打。为什么说他是小草？这个红鼻子猪脚的老板，他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政治立场，主要就是做生意。我记得当年他曾经是郭粉，后来变成挺柯。他在上次总统大选的时候，在他的店上面自费挂了一个柯文哲的扛棒，所以这种什么都牵拖别人的真的很小草。他早就被青鸟锁定要修理他了，他做的好不好是一回事。其实他之前曾经有一个事情相当的红，后来变成网红名店，我只能说他真的很有
有个性，就是老板直接拒收OK。2017年他贴了一个公告，消费须知，业者和消费者一样有拒绝任何人交易的权利，本店只提供列在菜单上的商品，喜欢过度客制化的人请寻他店例如笋干10元、提棒50元等等。因为大满桌呢，大小2个选择 A 耐心等用餐员然后入座 B 我们知道 7-11 或全家或食品还蛮快，每个店家有自己深度知道，但请爱教店家做生意的人请自重可临近报名大学教授职缺。当时因为这个操作成为网红名店那你想17年到25年一晃眼也过了8年，所以他其实开了一段时间。那他最强的时候在高雄大概有3-4家店，然后在台南也有拓店。我觉得他的感慨也有他的道理，当然他前员工也出来爆料，那他自己要去面对前员工的爆料，他该怎么处理比较合适，有没有扣人家薪水什么，那个是他自己要面对的。但我只说2件事，第一件事情，他所反映的政府做不好的地方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事实。缺蛋之乱有没有？失控的物价有没有？电费调涨有没有？工资狂涨有没有？这些东西是大环境，大环境谁来处理？所以他讲的是事实，为什么被批呢？第一，政治不正确；第二，你为什么可以骂政府呢？批评朝廷可是要杀头的呀，叫什么叫？乖乖的接受倒店的命运。那被疯狂出征之后，员工就出来爆料压榨黑历史各位是平常没在开明的老板下做事才会跟着一起怪政府，营运永远只想压成本、压缩员工福利、违反劳基法，都不知道被扣什么钱。有去吃过的人就知道品牌有多糟，也调出了老板回应。社会很多人的心态非常嗜血，一般劳工可以辞职不做，为何业主不行？谁规定店开了就不能关？大环境在改变，创业本身就自由，存在风险。你觉得你很赚就你做，你觉得心酸就不要做，就这么简单。还有一堆政治狂热分子阿拉伯数字2:1大，这么简单道理不能理解吗？ No 菜能源、工资这3年上涨的比过去10年还多，有什么好争的？投入的时间回报都不比从前，有时间待在家打电动是不是更开心？其实身边很多创业同好、中小企业主根本管不着政府想干嘛。有一句话叫民不与官斗，因为斗不过，权力在统治者身上，权力游戏不是我们这些小小业主可以玩得起的。多数小老板关心的始终是下个月房租怎么办，5号员工薪水发不发得出来，货款给不给得出去，不开冷气员工做不做得下去，客人不来可是冷气开整天，不知道下个月电费是多少，涨价客人会不会跑掉。多数小业者大家反正就这些事情，这根本也不是很大的事，不要过度解读。你看人家都讲到这个上面，青鸟还是继续追杀不放过。你要关门没什么问题，你想换行业没问题，想退休更没问题，重点是结束营业怪政府干嘛，然后怪人家出征你。哇，现在青鸟可以出征的理直气壮啊，真的是有够夸张。我出征你刚好而已，谁叫你怪政府？你怪政府，我出征你错了吗？你可以怪我怪出征你吗？真的是超屌。这是怎样？金正恩还是北韩是不是？批评政府炮决太恐怖了吧？然后还可以自动滑坡逻辑，如果生意好怪没赚钱，以前物价低的时候你不就是黑心商人大赚特赚？讲话有良心，不是只出一张嘴。据我的了解，包括他的店跟其他人的店都差不多，很多比如说卖猪脚的或卖牛肉面的专业品项比较贵的那个品项，通常那一碗面或那一碗饭赚的其实很少，基本就保个不亏，多一点点赚。真正赚的是小菜跟其他简单的品项，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到了让人发指的程度。但是青鸟仔们就是乐此不疲，哈哈哈！小草创业就是这样，失败怪政府，没有女朋友怪政府，没有房子怪政府，就自己没有问题了。小草自己废都要怪政府，然后也有人酸在卖家真店还敢说实话吗？是不要命呢？没看过现在一堆没工作拿挡资金的畜生来出征了吗？红鼻子猪脚是真的很好吃，好可惜。无独有偶，有一间奶茶店叫做中国奶茶，一样在高雄，也是被青鸟出征，在他的上面写个茶历史。为什么取名叫中国奶茶呢？他说老板是外省3代，老板的外公在内战时来到了台湾，所以开了这间中国奶茶。外公当时赠予茶礼就今天伯爵茶给英国格雷伯爵的中国官员后代。外公传承的伯爵茶原本在中国最原始的正统比例和风味，所以从小常常喝到外公用伯爵特调的奶茶，不想让这个经典消失，所以诞生了中国奶茶这个小店，让全世界都能喝到复活的经典风味。这样也不行啊！出征文章曝光之后被转到了 Trade， 马上被网友炮轰，好恶啊！又是青鸟仔，恐不恐怖？这些青鸟仔平常就藏在各个地方，他看起来是个人畜无害的家伙，只是喜欢足球的一个人，很无言怎么会讲这些？真的搞不懂啊！好，比如说还有这个历史我不懂，店家墙上写中国奶茶4个大字是小画加笔刷加手写吗？找个好看的人来写吗？还有这种青鸟仔，大哥，但你重点图文不符啊！没有人说不能开，但不能说好吗？300年前连中国都没有，那个叫清朝，你怎么不叫清朝奶茶？唉。
青鸟已经疯了，青鸟真的把我们平常以为他们那种疯狂的认知啊，当做真的。清朝在国际上的名字就叫中国，他是智障吗？是，青鸟就是智障，咕咕咕就是傻逼啊！我已经不知道他说什么了。那他可以为了他一个傻逼认知去出征，以后干脆这样规定好了，青鸟不要读书，因为青鸟你读书会犯法，你会妨碍到人类世界的发展。蠢也要蠢的有药医啊！有些东西把谣言、民间的俗语或者我们平常说的话当做官方用语，很扯淡的，知道吗？按照青鸟的逻辑，现在一定是没有英国的，因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里面没有英字，也没有国字，还有英格兰这3个字啊，包括它的缩写是 UK 里面也没有英格兰英文。有时候如果你说300多年前没有美国，那个是可能的，因为那个土地上没有白人殖民者，毕竟现在美国的文化是白人殖民者跟其他的族群融合的一个文化嘛。但你说没有中国就没办法了，任何一个证据就能打他的脸，包括新疆那边不出了警报，里面写的日出东方亮中国。不管怎么说，中国这个词你要当做一个国号来说的话，从明朝就有了，像洪武跟荷兰打仗里面写的几个小小的条约里面就是写中国，没错，包括青岛跟俄罗斯签的合约里面都是写中国的。有时候会用清政府，那是外文，我们这边基本上用的是朝廷，用的是中国之类的，等于说他们就是打嘴炮，真的是没救了。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到底脑袋瓜在想什么，所以大家就想说486你凭什么？486是最糟糕的那个家伙，过去涉及抄袭、造谣、抹黑图，486这个争议那才是真正的多。请问你青鸟怎么不去出征啊？2022年的时候，486影片抄袭创作团体 Hot Chill 好丑，486道歉文很轻浮，后来被批评后才删除，又发另外一个版本道歉文的，更加惹怒网友，到他脸书出征。486 3度道歉，最后才真正的道歉。然后486有2名荣辱的中国女子到日本卖淫，就被粉专150抓包，是韩国正妹照片，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啊。还有最近486促销的除湿机和马桶都是 Made in China， 却不敢标注产地，还被逆风的乌鸦给踢爆。还有团购网上卖大陆牌翻译机，同样规格比中国贵上 50%。 为什么一边抗中保台要卖大陆的代工产品，不是在养活中国的厂商吗？这不是舔购吗？因为你在中国制造，你就缴税给中国政府，你缴税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不就是中共吗？那你不就是舔共仔吗？这么简单的道理。那青鸟486整天那边造谣、抹黑、造假，你们怎么不去看呢？这么有正义感怎么不去呢？不要再出来卖弄你这个白痴史观了。